我是最早收古建的人，20多年，我一个人努力修复120栋房子。我相信它是世世代代可以流传下去的一个东西。这个呢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徽派建筑，从江西鄱阳湖移过来的，大概450平方，几十年就住在这里。我把原来的生活状态安排回去。马头墙、吊吊门楼，3个台阶进去以后，第一个天井恢复了原来的湿水归堂，两边半圆桌团圆的时候拼起来变成一个圆桌。二厅规格更高，雕花更复杂，雕的内容都取自中国的戏剧故事，松鼠吃葡萄，鲤鱼跳龙门。它两边还有一副对联，每块板角落上那个纹样其实是蝙蝠的变形，符合中国人的吉祥意识的。80年代之前，中国的农村80%、90%的房子都是木结构的，它还是有温度的，本来就有生命的。随着改革开放，被现代的使用价值所抛弃，有的挖机挖掉，有的拆下来当柴火。98年家乡开到一个房子正在拆，我很心疼，就把它买下来。所以从这时候开始，从零学习遍访工匠，仓库里我尝试着把它搭起来，也就修复。这么一个房子最起码要4、5个月。原来有个编制嘛，后来我也辞掉了，缺钱，我自己的房子都卖掉了呀，借了好多钱来做这个事情。很多工匠现在失传了，年轻人宁可去送外卖，都不愿意学这个东西了。在我这里好多做了几十年的，很多老人，我一直陪伴他们，把他们送走。我认为中国古建筑它的结构美是任何国家没有的，它是立体的中国书法、中国画，很多民俗文化的东西在里面。这是一个也是徽州地区的一个小姐楼，就大户人家的小姐住的，这有40平米，以3合院的形式，还有藻井，摆我们浙江地区用在戏台上面的，上面有美人靠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房子，把中国古建筑的所有的元素集中在一起了。这是我们浙江精华建筑，大户人家接待客人的大厅，梁很大，很多工夫坐在顶上，他那个梁拿在地上相当于一个独木舟，大梁两边的头其实一个抽象的鲤鱼，脚花是个牛腿，非常壮观的。开始是找不到地方把这些房子造起来，不断的向有关政府部门去呼吁，后来批准了我这个博物馆，叫杭州江南明清古建筑馆。江西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苏将近60栋房子拿过来放在这里，变成一个村落的感觉。从古建筑到村落布局，我没有画过一张图纸，都现场指挥匠人做出来的，全手工打造，没经过机器做手。把古建筑拆过来，它是死的，我想请匠人到这里，我说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免费的地方，让他们永远生存下去，潜心的做手艺。这个房子放在这里，让看到人更多。原来我们中国文化还有那么精美的工艺品、艺术品。很多孩子他哪里知道中国人居住在这样的房子，以为我们都在高楼大厦里面的，这个就是传承。这个地方原来是很偏僻，现在人多起来，很多人支持你做这些，默默的帮助我。所以人啊，你只要认真的做事情，做有意义的事情，很多人会看见。人心都是有温情的嘛，我很感动的。